在道家思想的深邃世界裡，莊子為何會倡導人們做個無情之人呢？當一個人實現了內在的覺醒，其最顯著的外在表現，便是呈現出一種我不參與你的局面，你又能拿我怎樣的超脫姿態？只要我內心不在意、不糾結、無所謂，那麼世間便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束縛住我。我們不應總是被困於解決問題，畢竟問題如同無盡的深淵，無窮無盡。真正的智慧在於從根源上消除問題本身。在莊子的觀念裡，無情才是人最理想的一種狀態。惠子曾經向莊子發問：倘若人沒了喜怒哀樂，拋開愛恨得失，變得絕情麻木，那還能稱之為人嗎？莊子回應道：我所說的無情，乃是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不因喜好、厭惡、得失、對錯等情緒，去損害自身的身體、精神以及生命節奏。人可以有情緒，但絕不能被情緒掌控，常因自然而不易生也。生命原本的狀態無需額外增添過多人為的紛擾，若添加過多情感，自行加戲，那實則是相當危險的行為。人應當始終順應事物原本的模樣去生活，唯有如此，方能保全自然的天性，展現出最佳的生命狀態。每個人起初都滿懷自信，以為自己是生活的主角，可歷經世事，最終卻驚覺自己甚至比不上遊戲中的 NPC。 那麼人究竟該以何種視角去面對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呢？莊子在《德充符》中通過3個故事給出了答案。魯國有個叫王代的人，遭受過殘酷的刑罰，被砍去了一隻腳。然而令人詫異的是，他的弟子數量竟與孔子不相上下。孔子的弟子心中滿是疑惑，便問老師：您每日在此講學，可王代既不授課，也不教導，憑什麼能有和您一樣多的追隨者呢？孔子回答道：人莫見於流水，而見於止水。流動的水只能映照出扭曲的影像，唯有靜止的水才能如實映照萬物的本真面目。你問我他憑什麼？你瞧，他失去了一隻腳，卻絲毫不在意此事，明白此事無可奈何，便坦然接受，將其視為自己的命運。無論遭遇何事，他都能保持鎮定，不慌亂，不抱怨，不憤怒，對外不被好壞、得失、是非擾亂自己的本性，對內不被情緒左右，不與他人爭執，不陷入自我內耗。像他這般能夠穩住內心的人，難道不值得我們學習嗎？就連我都要向他取經。他洞悉了一個道理：內心安定，萬物便隨之安定。有人或許會說，這不就是心態好嗎？至於如此拔高嗎？誠然，心態好的人在生活中並不少見，但能洞察自己本心的人卻如鳳毛麟角般稀少。心態好往往意味着我能忍耐，我會調整，我說服自己，我不與你計較。但王代並非如此，他意識到我本就如此，如同鏡子一般，事情發生便過去了，不會在內心留下痕跡。他根本無需忍耐，也無需調整。只要你還在忍耐，在調整，就表明你尚未看到心中的那面鏡子。那麼洞見本心的人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呢？且看第2個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同樣是一位受過刑被砍去腳的人，名叫申屠嘉。他與一位執政大臣一同向得道高人求學。這位大臣十分看不起申屠嘉，說道：你這種受過酷刑、社會地位低下的人，心裡得有點數。以後我來你就走，我走你再來。申屠嘉回應道：我們都在跟隨老師修煉內在，你卻只因我外在的身體殘缺就擺架子。人生在世，有諸多遭遇是我們無法掌控的，能夠坦然面對現實，不被外物影響內心，這才是真正的尊貴。你只看到我腳上的傷，卻看不到自己內心的狹隘。一個人哪怕懂得再多道理，身居再高官職，擁有再多財富，
倘若內心依舊狹隘傲慢，習慣給人貼標籤，那他才是真正的殘缺之人。大臣聽聞，羞愧不已。我們的內心都猶如一面鏡子，見明則塵垢不止，止則不明也。若內心足夠清淨透亮安定，那麼煩惱是非，外在的污濁之物便無法沾染你。事情來臨，映照一下；事情離去，不在心中停留。一旦這些東西附着在你身上，停留在你心裡，你的心就會混亂暗淡，失去光明。一旦陷入這種境地，即便你擁有再多，社會地位再高，也會被其糾纏，痛苦萬分。這便是破除身份地位的束縛。緊接着，莊子又講述了破除是非的故事。這次的主人公是一個受酷刑、腳趾被砍掉的人，叫書山無指。他前去拜見孔子。孔子說：“你以前行事不謹慎，遭受了懲罰，現在才來求學，之前都幹嘛去了？”書山無指說：“我一直將您視為聖人，看來您還未達到那個境界。我只是形體受了傷，但我的精神依舊完整。您怎能說我來晚了呢？您每日追求名聲地位、禮教規則，並將這些當作人生目標，卻不重視最核心的本性，您才是被束縛的那個人。”說罷，孔子當即認錯，懊悔不已，想要留下他繼續交流。關鍵的是，書山無指轉身就離開了。許多人認為這是高傲、心胸狹隘的表現，這實則是極大的誤解。書山無指離開，並非因為生氣或記仇，而是一眼看穿了孔子的模式。我錯了，我道歉，我改正，我進步。這固然是世間頂級君子的表現，但他仍在禮教規則、善惡是非、形象之中修行。而書山無指已然跳出了是非對錯，不被世俗所綁架。他深知這世間哪有什麼絕對的禮教規則、善惡是非。後來，書山無指與老子談及此事時，說了6個字：天行之，安可解。孔子被名聲、禮教規矩深深束縛，這是精神上的枷鎖，並非一時道歉就能解開，需要他自己去掙脫。莊子的這篇文章全部以受過刑罰的殘疾人為視角，他們代表着社會上那些最遭人鄙視、處於最底層毫無尊嚴可言的人群。但通讀所有故事後，我們會發現，那些所謂四肢健全的人才是真正的殘疾者。因為人真正所受的傷害，從來不是身體境遇、貧窮得失，而是被困於得失。評價、人情維繫、執念、世俗標準、是非判斷以及自我內耗之中，這些才是真正的殘疾狀態。那麼，如何做到健全？怎樣才能活出人最理想的狀態呢？答案便是做到德充服。什麼是德呢？儒家所講的德側重於對外做人的修行，如仁義禮智信；而莊子所說的德，是去做符合大道之事，安定心神，回歸生命本真。德等同於內在的精神本性，充意味着充滿、飽和，服表示平正、驗證、相合。德充服即內在精神圓滿、充足、安寧，外在自然就會顯現並得到印證。就如同印章，印章內部是什麼樣，按壓下去呈現出來的便是什麼樣。真正決定一個人尊嚴與力量的，是你能否在內心堅守自我，精神是否完整，心神是否安定。只要內心不被摧毀，不隨萬物動搖，哪怕身處亂世，面臨壓力紛爭，陷入絕境，你依然能夠心神不亂，站穩腳跟，安穩生活。這種內在的完整與自足，才是人最為尊貴、最不可被剝奪的東西。它從未被奪走，也從未消失，它始終存在於你自身。誰能越早看清並回歸本心，誰就能越早展現出生命的最佳狀態。
看到這裡的朋友，如果您渴望在人生的迷茫中找尋內心的寧靜，如果您期望從國學經典中汲取智慧的力量，建議你去我的櫥窗仔細研讀這部國學經典《莊子》。莊子以其深邃的思想、奇幻的想象和精妙的寓言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精神世界。它不僅能幫助您打破世俗觀念的枷鎖，學會以豁達超脫的心態面對人生的種種困境，還能引領您回歸生命的本真，探尋內心深處的安寧與自由。無論是在面對生活的挫折時尋求慰藉，還是在追求精神成長的道路上尋找指引，莊子都能為您提供源源不斷的啟示。通過研讀莊子，您將領略到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，感悟到順應自然、逍遙自在的人生境界，從而以更加從容的姿態面對生活的起起落落，開啟一段充滿智慧與啟示的人生之旅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